43岁优质大龄剩女究竟能有多傲慢？你认为中国男人配得上中国女人吗？配不上。嘿，您矜持一下再说成吗？这个是国际定论好吗？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呢。仅仅是因为自己天生丽质倾国倾城，他就认为现在的男人根本配不上自己，甚至还在相亲时直言是自己要求太低，惯坏了男人。我认为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上的男生，目前来说很多都是在不停的提要求。可能是我们惯坏他们了吧。女孩名叫露露，43岁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现在在一家地产公司担任销售一职。而高颜值高学历的她之所以迟迟都没有找对象，是因为她认为由于自己太过优秀，导致现在的男生看到她会非常自卑。有些男生会跟我说，他说你看上去挺拽的，我好怕跟你讲话，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错吧。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露露也开始意识到了婚姻的重要性。可就当她想要找一个有房有车年入百万的富二代时，却发现这样的男人根本看不上自己。而露露也始终想不明白，自己在上学时可是众星捧月的校花，现如今即使已经43岁，但身材和颜值也就像是18岁的小姑娘一般，究竟为何会一直结婚无门？为了让露露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节目组特地为露露安排了一次沙盘心理分析。她需要通过在沙盘上构建出一个简单的内心模型，从而让导师帮其分析问题所在。随后从露露构建的模型中，导师很快就发现露露即使外表非常勇敢漂亮，但其实她的内心就是一个脆弱的小公主，她非常渴望爱情的滋润。于是节目组便很快为她安排了第一场相亲。38岁的龚先生现在是一名广告公司的老板，二人见面后起初氛围还比较和谐。龚先生作为男生便率先提起了话题。我可以问一下你是哪里毕业的吗？复旦。哦，复旦毕业的。一般复旦很多女生都是蛮骄傲的，有没有这样的传闻听说？有啊。那你怎么看？露露认为自己复旦毕业自然是有高傲的资本，但她还是非常低调地表示自己能考上复旦全得益于她与生俱来的天赋。而就是这样一名高材生，面对饱经风霜的公司老总来说则是显得有些可笑。随后便借着露露高学历的身份询问其他从事的工作，而这也恰恰戳中了她的痛处，因为自己即便是学习能力非常出众，但工作方面却有些差强人意。眼看着露露有些紧张，龚先生便借机继续深入话题。讲到外形哦，你对你自己的外形满意吗？而露露则是认为自己的颜值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天之娇女，大部分男生还配不上自己。听到这，龚先生对露露的不满再度上升，于是此次相亲也只好以失败告终。在后续采访中，龚先生直言表示，像露露这样高傲的女生其实是大龄剩女的主要问题，她根本就没有可以骄傲的资本。坦白说，这样的女生蛮多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上不上下不下，然后又端着，会比较辛苦一点的。但露露却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问题。无奈此次相亲的导师便决定让露露给她自己在相亲过程中的表现打分。露露认为她的颜值和对男人的吸引力完全可以达到99分，剩下的1分是怕让男人觉得自己太过骄傲。作为这样一个优秀的100分女人，在相亲中她完全可以主导话语权。反观男人的表现可谓是太早放弃自己了，因为她认为男人在工作后大部分都会快速发胖，而这也正是大部分男人配不上自己的原因。听到这，同样身为男人的导师开始质疑露露的观点，可露露却根本听不进去导师的开导，反而是认为他就是吃饱了撑的。那些专家，那些教授，真的是吃饱饭没有事情做吗？他不能做一些对人类更有意义的事情吗？去那边评头论足，男生被整个社会宠坏了。在痛骂了男性导师过后，节目组也只好专门为露露更换了一位女性导师，希望能通过同性之间的信任来帮助露露解决问题。在有女导师对露露疏导一番过后，她便再次开始踏上相亲的旅程。这次的约会对象是露露难得看得上的，因为对方曾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并且现在在一家外企担任高管。露露认为接触过外国文化的男人更能和自己有共同话题，可没想到二人在见面后，露露就开始对对方的外貌不满。即使是对方经济实力非常雄厚，但外形上还是远远配不上自己。因此在接下来的整场相亲过程中，露露都是全程黑脸，迫不得已此次相亲也只好提前结束。可再度失败后，露露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是指责其导师的建议和安排。我可能未必会完全认可每一个导师的所有的意见，如果我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前半生的东西，我会觉得有点悲伤的。我就是我啊。也许婚姻不是必选项，但认清自己和现实才是大龄剩女的首要目标。那么对于这样的优质大龄剩女，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42岁大龄少女究竟能有多骄傲？当约会你好像没资格。仅仅是因为自己有着少女般的颜值和身材，她就认为普通的男人根本不配和自己约会。而她的择偶要求其实也很特别，对方最起码要有房有车年入百万，并且颜值和身材也要比较优秀，最重要的是对方年龄必须要比自己小。现在我会选择小2岁的，为什么？有一个私心，小2岁他身体肯定比我好，以后老了可以照顾照顾我。最小你说不能小过多少岁
一圈。她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把自己当小公主一般对待的男人，而不是在感情上还要依靠他的男人。如果是对方啊很黏着我的话，我会不舒服。然后如果对方啊离我太远的话，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但其实女孩现在所有的要求都是有她的原因。女孩名叫徐俊，42岁上海人，现在是一名肚皮舞老师。与其他大龄剩女不同的是，她曾经有过2段婚姻，而离婚的理由全都是因为她认为对方太过黏着自己。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质，她能保持一个完美身材的同时，也还要经常陪客户应酬，因此她认为经常夜不归宿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两人老公却都接受不了徐俊的这种行为，没办法，最终也只好被迫选择了离婚。离婚后，她为了爱情选择和一个有家室的男人恋爱，可在2人共同度过了几个月的幸福生活后，对方竟无情地将她抛弃。徐俊将自己曾经几段恋情的失败都归结为遇人不淑，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情所伤，全都是因为没有遇到足够优秀的男人。于是徐俊便决定将要求不断地提高，这样一来也许就能找到真爱。随即他便开始参加各大相亲活动，在节目组的帮助下，为他匹配到了一个收入上可以满足他要求的男人。杜先生45岁，上海人，在日本有着非常红火的餐饮企业，唯一不足的就是曾经有过一段婚姻。2人见面后，徐俊瞬间就被对方儒雅随和的气质所吸引，而杜先生也对徐俊身上充满热情的活力非常满意。此次相亲的全程2人聊得不亦乐乎，于是2人也顺利的添加上了联系方式。在之后的几天内，杜先生还多次提出了和徐俊约会的想法，可没想到徐俊却一直模棱两可的回复对方。他认为虽然杜先生经济条件非常出众，但他还是想将其稳住后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在私心的驱使下，徐俊瞒着杜先生参加了一次相亲大会，而在这里他竟真的遇到了让他心动的男孩。李先生台湾人，今年31岁，比徐俊整整小了11岁，但李先生却并不认为徐俊非常显老，也许是舞蹈老师的关系，他的身材甚至要比很多18岁的女孩还要完美。随后一见钟情的李先生便当众向徐俊表达了爱意。然后我可能个人比较有点受虐的倾向啦，我喜欢我的对方是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然后他可以古灵精怪一点，野蛮一点都可以。而男生这句话也彻底让徐俊为之感动，因为徐俊一直以来就想找一个有些受虐倾向的男人，并且他非常喜欢李先生这种白白胖胖的男生。在接下来的真心话环节，更没想到2人的关系竟发展得如此迅速。其实我已经忘记你的年龄了，在我眼中你就18岁，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送你回家，然后利用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共度未来的日子。我非常愿意。可就在2人草率的牵手成功后，徐俊竟又开始后悔了起来。他认为杜先生虽然比自己大几岁，但是经济条件却比李先生优渥很多。于是他决定跟李先生牵手的同时，再试着偷偷和杜先生私下约会。这一次2人不仅相约在杜先生的家中，甚至杜先生还为徐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可也就是在晚餐的过程中，徐俊发现杜先生家中有很多双不同鞋码、不同款式的女士高跟鞋。尽管徐俊非常吃醋，但出于杜先生能给他提供的生活品质，他还是选择了默默隐忍。第2天，徐俊接到了李先生一起去游乐场的邀请，2人不仅在各种刺激的项目上玩得不亦乐乎，甚至还甜蜜的一起吃一个冰淇淋。游玩到深夜时，徐俊竟还主动的和对方牵手，此刻他就好像一个坠入爱河的少女一般幸福。然而在幸福过后，徐俊又开始纠结起了如何选择，一边是非常富足的生活条件，一边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帅哥。再三犹豫过后，徐俊终于做出了决定。他和李先生在一起后发展非常迅速，他之所以选择了较为年轻的李先生，是因为他认为等他老了之后，她的老公还可以贴心的照顾她。现如今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趁着还有机会看看有没有可能生育。2人承受着巨大非议走到了一起，但此刻当下的幸福才是他格外珍惜的。在这部纪录片播出后，有人说徐俊终于遇到了真爱，也有人说他又当又立，过几天可能就会更换下一个目标。那么对此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34岁绝美小公主，相亲之颜只有超级高富帅才能配得上自己。我看中的可能是演员这一块吧，颜值这块的话应该要中等以上吧。女孩要求男生的颜值至少要是中等偏上，同时年收入最低要达到50万，并且能在结婚时一次性拿出100万的彩礼。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经常在自己这里购买大额保险。如果说台北这种医院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不是我未来的男朋友，我不是我未来的老公。那相当于成为你未来的老公，一定要在你这买一份保险。女孩认为只有肯花钱购买大额保险的男人才有机会成为自己的男朋友，因为以他倾国倾城的气质和国色天香的颜值，想要征服大部分高富帅还是非常轻松，并且他非常讨厌忠厚老实的男人。太老实巴交的我不喜欢。那他这个比如说他已经购房了、定居了，这一点在你这没有加分吗？
没有加分。他想要的生活跟我想要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女孩认为有车有房的男生也根本入不了她的法眼，她想要的是纸醉金迷的浪漫生活，和颜值超高的顶级帅哥。女孩名叫童彩霞，34岁江西人，身高1.55米，现在是一名保险销售。从小到大，彩霞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于是，在她的不断努力下，终于考上了江西本地的一所大专。上了大专后，彩霞就凭借着她貌美如花的颜值，瞬间成为了学校的校花，并且由于她所就读的是服装设计专业，她的衣品和气质自然是无与伦比。毕业后，彩霞便带着满腔热血来到了杭州打拼。她认为以她的条件，在杭州找到一个本地高富帅并不难，为此她还特地放弃了自己所热爱的专业，全身心的将工作投入到保险销售行业，并且如今她的年薪也已经高达了8万元。我看你的职业填的是服装设计，但是现在却是在做销售。对的。怎么会想到跨行跨这么大？对，我觉得销售可以赚点人吧。我比较喜欢销售这个行业啊。在初步了解了彩霞的基本情况后，主持人便继续询问起了她过去的情感经历。在上大学时，由于自己是人人追捧的校花，导致她的恋爱经历也非常丰富。可就在来到杭州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彩霞的恋爱频率也开始逐渐降低。仅有的3段恋爱经历也全都是她主动提出了分手，因为对方即便是有钱有颜的高富帅，但只要不在她这买保险，她就根本不会考虑。我觉得这个保险可以给我带来安全感，所以你也要求另一半一定要买保险吗？那肯定的。听到这，主持人便继续追问起了上一段恋爱的更多细节。据彩霞所说，她的上一任男友是一个年入千万的超级高富帅，不仅颜值堪比吴彦祖，甚至对待自己也非常的大方，名牌衣服和奢侈品包包就如同买菜一般送给自己，因此才导致她现在对那些价格昂贵的衣服并不感兴趣，她更喜欢穿着朴素的风格。可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几乎完美的男友，彩霞竟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了分手，而更想不到的是，原因竟是对方没有主动购买保险。我刚才看到你有跟他说你再做5000就完成这个月的业绩了，你是不是有暗示他的意思？他问我了吗？然后我彩霞认为高富帅能和自己恋爱的前提就是必须要购买保险，甚至他还直言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资格。我跟你讲，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客户的。在大致了解了彩霞的要求后，节目组便立马为她匹配到了第一位相亲对象。李先生37岁，杭州人，身高1.70米，职业是一名货车司机。二人刚见面后，彩霞就对对方的职业产生了极大的不满，但迫于两人才刚刚见面，没办法，彩霞也只好给出了非常含蓄的评价。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太老实了一点吧。可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交谈过程中，彩霞才了解到原来男生的收入也并不低，并且他家里在杭州竟还有3套房子。见此情形，彩霞也瞬间提起了兴趣，随即便问到男生是否有过购买保险的想法。现在这几年应该不会考虑。我觉得可能就是不适合呗。那这个就是不适合啦。听到这，男生的语气里也开始增添了一些火药味。他认为自己可以给心爱的人买钻戒项链，但却从未听说过谈恋爱的前提必须是买保险。没办法，二人由于3观不合，此次相亲也只好以失败告终。紧接着，节目组便很快为彩霞匹配到了第2位男嘉宾王先生，32岁，江西人，现在从事的也是保险行业。老乡的亲切加上同行的熟悉，让二人的初次见面变得较为和谐。可没想到，两人见面后，唯一的话题竟全都是围绕着保险展开。男生认为彩霞所任职的公司是小企业，相比之下倒不如辞职跟他来到世界500强一起工作。听到这，彩霞便瞬间失去了耐心。这我还真不想做评价。为什么？这个人的话，感觉说话的有一点语无伦次的感觉。彩霞认为以她绝美的姿色和极强的销售能力，对方还没有资格来对自己评头论足。无奈彩霞的第2次相亲也依旧是不欢而散。在事后采访环节中，男生竟毫不避讳地表示他根本没看上彩霞的颜值，而男生的这番评价竟瞬间让彩霞大发雷霆。他认为自己拥有着宛如天仙般的美貌，一般的高富帅都根本配不上自己。其实现如今对于大龄剩女来说，最小的问题就是年龄，清楚地认识自己才是关键。那么对于这样绝美的小公主，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